什麼超重了30噸。我叫王磊，開了一家糧食收購倉，收了13年的麥子。今年我跑到臨縣，在地頭收了老農30噸新麥，可拉貨司機硬說麥子是60噸，比我家雙倍的運費。眼看暴雨將至，他以為我只能認栽，卻不知道等車開進我倉庫的那一刻，屬於他的噩夢才剛剛開始。晌午，遠處聯合收割機的聲音響震雲霄，數不清的農民們還在地裡勞作，但我的活已經幹完了。600袋麥子共重30噸，每一袋都是我親自盯着裝車的。我看着眼前的貨車，我高興地想發個朋友圈慶祝，可手機上卻突然提醒我，半個小時後會有暴雨。我心裡瞬間咯噔一下，新麥最怕潮了，到時候淋了雨直接發霉，這趟可就全賠了。就在我胡思亂想時，一個胳膊上有紋身的糙漢走了過來，這人叫周強，是本地出了名的貨車車霸，每到麦收季就強行垄斷村裡的拉貨生意，我這一單也不例外。周強抬頭看了眼天，隨後問我：麥子裝好了，王老板發車不？我點了點頭。好，不過天氣預報上顯示馬上要下大暴雨，你千萬要把篷布蓋好，別把麥子給我淋壞了，這可都是我的寶貝。說完，我打開了副駕駛的車門，準備上車，結果周強卻突然攔住了我。別急啊，王老板，我們錢還沒算清呢。我愣了一下，你什麼意思？這30噸的麥子，我不是已經給過你運費了嗎？屁，你這哪是30噸呢？你這分明是60噸。隨後，周強繞着車走了一圈，用腳踢了踢輪胎，發出沉悶的回響。瞅瞅，我這車胎都被你的麥子壓扁了。別廢話，趕緊給錢！我腦子嗡的一聲，60噸，怎麼可能？我瞬間如跳腳了的貓，指着車上裝好的麥子。你當我第一次收麥子？這車上一共600袋麥子，總重30噸，都是在地頭過暢的。兄弟，你在開什麼玩笑？沒睡醒吧？停！周強一臉不耐煩地擺了擺手，看我的眼神像看只煩人的蒼蠅。少廢話，你那破秤準不準跟我沒關係。我跑貨車10幾年，車軸壓下去多少，我閉着眼都能摸出來。我說是60噸就是60噸，今天這運費少1分錢，這車就別想走。或許是怕我不給錢，周強還故意用手指了指天，隨後再次開口道：反正我不着急，等雨浇下來，你的麥子發了芽，跟我可沒關係。聽完周強的話，我瞬間上了頭，剛張嘴想跟他吵2句，但此時突然一陣狂風裹着土腥味兒颳過來了，急得我渾身一哆嗦。快下雨了，這該怎麼辦？我深呼吸一口，強迫自己冷靜下來，隨後扯出了一抹微笑。師傅，咱講點道理，現在不是爭這個的時候，馬上要下雨了，你先把麥子拉走，錢我們到地方再掰扯，行不？講道理，好啊。周強冷笑一聲，我的道理就是60噸運費不到位，車轱辘鬼來了都不轉。說完，他一臉的蠻橫地靠在了車門上，點了一根煙，那支煙像他眼裡的貪婪一樣，扎得我眼睛疼。我抬頭看了眼越來越陰沉的天空，再也顧不上跟他吵，撲過去就扯車廂尾部的篷布，那卷綠篷布卷得死死的，像條癱在地上的死蛇。別碰！此時，周強猛地把煙扔在地上，一把將我推開。他力氣大得驚人，我差點一頭栽進旁邊的泥溝裡，情急之下只能用手撐地穩住身體。好幾根硬麥茬直接扎進了我的掌心裡。周強看着我狼狽的樣子，重新點燃了一根煙。王老板，我們這行錢沒結清，貨是不能動的，不然出了事兒算誰的？算我的。周強，30噸麥子的運費我已經給你了，你趕緊給我蓋棚再上路，要不然怎麼了？周強一臉無所謂地打斷了我的話。此時賣給我麥子的老農李大爺也搓着手走了過來，他草帽被風吹得直晃，像一片隨時会被吹走的枯葉。王老板，要不然你就按周强说的，把剩下的30噸運費的錢補給人家吧，這看着確實是不止30噸。我猛地轉頭注視着李大爺。大爺，您是這片的承包商，您賣給我多少噸您自己心裡沒數嗎？王老板，您就別倔了，周強可是我們這裡出了名的小混混，我們惹不起的。說完，李大爺瞅了一眼周強，心虛地低下了頭，而我瞬間炸了。小混混又如何？我本分做生意，誰來了也不怕。再說了，這麥子我心裡有數，絕對不可能是60噸。我這10幾年的營生可不是白幹的。周強聽到我這話，直接把煙扔在了地上，笑道：王老板，你心裡有數没數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這方圓百里現在只有我這輛貨車，你要是不加錢，我就不拉了。我看你到时候怎麼辦？说完，周強直接坐進了駕駛艙，不再搭理我。風越來越大，吹在人臉上生疼，像被人扇了耳光一樣。我強忍着怒火，敲了敲駕駛座的車窗。好，算你狠，我再多給你500塊錢，行了吧？周強見狀，得意地降下了車窗，伸出2根手指，那手指粗短，像2根胡蘿蔔。王老板，30噸的麥子你給我轉了2000塊錢，
现在60吨了，当然也是追加2000塊錢，少一分都不想。你这是趁火打劫！是又如何，王老板，你再磨叽下去，老天爺可就要下雨了，到时麥子发了芽，可就徹底爛手裡了。聽了周強的話，我攥緊了拳頭，指甲掐進掌心疼，但讓我清醒。30噸麥子成本加運費，花費了我收購倉小半年的利潤，要是賠了，我可怎麼向家裡人交代呀？隨後，我給倉庫管理員小李打了個電話，讓他替我做一些麥子入庫的準備工作。小李答應我之後，我看着周強，表示自己願意再給他2000塊錢，但有個條件。聽了我的話，周強瞬間變了臉。什麼條件？我看着周強貪婪的臉色，不由自主地笑了。只要你給我寫個條子，寫今天裝運了我60噸麥子，每30噸麥子運費2000塊錢，60噸一共收費4000塊錢，我立馬轉錢。周強聽完我的條件，眼睛一亮，就像餓狼看見了肉，激動地下了車。你早這麼痛快不就得了？非這磨嘴皮子，筆和紙呢？我從自己的公文包裡掏出筆記本和筆，遞給周強。他接過筆記本和筆，猶豫了一下。我見狀，連忙催促他道：“快寫啊！你不寫，難不成是在怕什麼？老子行走江湖這麼多年，從來就沒有怕過，寫就寫。”說完，周強就在筆記本上歪歪扭扭寫了起來。今天裝運了王磊60噸麥子，每30噸麥子運費2000塊錢，60噸一共收費4000塊錢。他字跡很醜，像雞爪刨的一般，每個筆畫都往不同方向刨。寫完後，他簽上了自己的名字。我接過紙條看了一眼，又讓他摁個手印。他罵罵咧咧地說我事多，但還是咬爛了大拇指，在字據按了個指印。隨後，我把紙條塞進了貼身口袋，並且給他轉了2000塊錢。周強聽到手機到賬提示音時，得意地笑了，隨後還不忘地嘲笑道：“你們這些老闆就是摳，早給錢不就早完事了，真是矯情。”不過周強拿了錢，也確實辦了事。篷布被他捆得死死的，麥子再也不怕被淋了。我的心瞬間放回了肚子裡。此時我手機響了，我一看是小李，連忙接通了電話。王老闆，您什麼時候回來啊？一切已經準備就緒。別急，好戲馬上開始。周強開車進入倉庫時，雨已經下了3個小時了。小李帶着幾個人撐着傘在門口等我。我和周強一下車，他立馬圍了上來。老闆，我們的地幔已經清零了。我點了點頭，隨後看着周強。周師傅，我們60噸的麥子該過磅了。聽完我的話，周強整個人瞬間僵住了，臉色長得像豬肝一樣。你什麼意思？不信任我？隨後，周強說什麼都不樂意把車開上地磅，我也不慣着他，直接上車把車倒上了地磅。我們倉庫的地磅是那種老式電子地磅，顯示屏掛在鐵桿上，紅色數碼管像一雙紅色的眼睛，數字跳了幾下，穩定在一個數字，整車重48.45噸。此時，周強的臉色更差了，剛想張口說點什麼，被我抬手打斷了。不着急，周師傅，我們先卸貨，卸完貨再過一次磅，這樣最公平。說完，我在周強的注視下把車開進了倉庫，命人解開篷布，將麥子全部搬下去。工人們的速度很快，600袋麥子不到半個小時就搬完了。隨後，我開着空車再次上了地磅，車輪碾過地磅邊緣，發出金屬碰撞聲。刺耳，顯示屏數字跳動，像心跳，最後定格18.45噸。小李拿出了提前準備的計算器，48.45噸減18.45，麥子總重為30噸。我走過去看着計算機的屏幕，黑色的30.00，像雙眼睛瞪着周強，也瞪着我。我掏出周強之前的給我寫的字據，慢慢打開，展示在眾人面前。周師傅，你字據上寫的麥子總共60噸，地磅顯示的卻是30噸，我那剩下的30噸麥子去哪兒了？周強盯着字據，又盯着地磅屏幕，臉上一陣青一陣白，像被人扇了10幾個耳光，扇得他找不着北。周強把煙頭狠狠摔在地上，火星瞬間被泥水吞沒。路上肯定撒了，对，路上顛簸，從車廂縫裡漏了。我指向車廂，4.2米的高欄，車廂底板無縫隙，篷布捆得死結，你告訴我怎麼漏？恰好漏了30噸。周強被我懟得啞口無言，嘴巴張了張，卻無話可說。我見狀繼續逼問：周強，字據是你寫的，手印是你按的，上面寫着今收到麥子60噸整，現在地賬顯示30噸，剩下的30噸麥子去哪兒了？周強後退半步，腳跟抵在地磅邊緣，差點絆倒。我怎麼知道去哪兒？我笑了笑，一步步逼近周強。你不知道，那就是你把我30噸麥子弄丟了，要麼賠我錢，要麼我報督察。雨還在下，倉庫頂棚的鐵皮被雨點砸得噼啪作響，像無數隻小手在鼓掌。周強的臉在昏暗的燈光下變了又變，像一張被揉皺了的牛皮紙。他喉結上下滾動，咽了一口唾沫。王磊，你少在這裡嚇唬我！我周強在這一片跑了幾10年車，什麼風浪沒見過？
你說丟就丢了，我還說你故意坑我呢。他梗着脖子，声音却明顯虛了幾分。我冷笑一聲，坑你？我花大價錢收麥子，再花幾千塊運費，就為了坑你？周強，你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。旁邊的小李和幾個工人也憋不住笑出了聲。周強惱羞成怒，猛地一腳踢在地磅的鐵桿上，鐵桿晃了晃，顯示屏上的數字跳動了幾下，最後穩穩地停在18.45噸。那紅色的數字像一把刀，扎得周強眼睛生疼。這破地磅肯定有問題，你們這些奸商專門改裝地磅坑我們司機，我要告你們！我要讓督察來查你們！他歇斯底里地喊着，口水噴了一地。我點點頭，好啊，那就報督察，正好讓督察看看是誰在訛詐，是誰在耍無賴。小李，打電話。小李應了一聲，掏出手機。周強見狀，臉色瞬間煞白，他往前撲了一步，想搶小李的手機。我側身一擋，肩膀撞在他胸口。周強踉蹌着後退，一屁股坐在了泥水裡，泥水濺起，弄髒了他的褲子。他低頭看着自己的狼狽樣，眼神裡閃過一絲慌亂。別打電話，有話好好說，至於鬧到督察那裡嗎？他的聲音突然軟了下來，像被戳破的氣球。我居高臨下地看着他，剛才不是挺橫的嗎？不是說要讓我麥子爛在地裡嗎？現在知道怕了。周強咬着嘴唇不吭聲，雨聲更大了。倉庫外的積水已經漫過了腳踝，渾濁的水流打着旋兒。遠處傳來幾聲悶雷，像老天爺在嘆氣。我掏出手機看了看時間，我給你10分鐘，要麼賠我錢，要麼等督察来。你自己選。周強抬起頭，眼裡有恨意，也有懼意。他大概沒想到，我這個看起來好欺負的外線老板，竟然這麼硬。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，倉庫裡安靜的只剩下雨聲。工人們圍成一圈，靜靜的看着周強，那目光像一張網，把他死死纏住。周强終於撐不住了。王老板，咱們再商量商量，那多出來2000塊錢，我退給你行不行？他試探着問，声音像蚊子叫。我摇摇頭，不夠。你耽誤我入庫，耽誤我賣貨，耽誤我一天生意，這些損失你算過嗎？我今天不僅要你退2000塊欺詐款，還要你賠我人工耽誤費。聽了我的話，周強立刻炸毛。你做夢！就你還人工耽誤費，你咋不去搶？周強臉上的肌肉扭曲着，像被人狠狠抽了一鞭子。我看着他這可笑的模樣，聳了聳肩。那就等督察來處理吧。周強徹底慌了，他爬起來想往倉庫門口跑。小李和幾個工人早有準備，往門口一站，像幾堵牆。周強左衝右突，衝不出去。他回過頭，惡狠狠地瞪着我。王磊，你別逼人太甚，兔子急了還咬人呢。我笑了笑，你咬一個我看看。周強，這可是在我的主場，不是在你的地盤，我勸你還是別費功夫了。周強喘着粗氣，拳頭攥得咯咯響，但終究沒敢動手，因為他知道一旦動手性質就變了。他站在那裡，像一尊被雨淋透的泥塑。過了很久，他頹然地垂下頭。我真的沒那麼多錢，你饒了我行不行？他聲音哽咽，帶着哭腔。我看着他，心裡沒有半點同情。這種人欺軟怕硬，見利忘義。今天要是讓他得逞，明天還會有更多的農戶和收購商被他坑。不行。隨後我報了督察。周強絕望了，他一屁股坐在地上，雙手抱頭，肩膀一抽一抽的。完了，全完了，我這是造的什麼孽？他喃喃自語，像丟了魂。雨漸漸小了，但天空依舊陰沉，像一塊巨大的鉛板壓在頭頂。就在這時，倉庫外傳來一陣汽車聲，2道雪亮的車燈刺破雨幕，車門打開，下來3個人，為首的是一個40多歲的中年男人，戴着眼鏡，一臉嚴肅，後面跟着2個年輕些的督察員，手裡拿着記錄本。周強看到督察一反常態，直接上演一場惡人先告狀。督察這個王磊坑我，他的地磅不準，我拉了60噸麥子，他非說只有30噸，還想訛我7萬塊錢。他顛倒黑白，聲淚俱下，那演技不去演戲真是可惜了。中年督察姓陳，他皺着眉看看周強，又看看我，慢慢說，到底怎麼回事？我把事情的來龙去脈講了一遍，從地頭收麥到周強強行索要雙倍運費，再到寫下字據，最後地磅稱重。我講得很平靜，每一個細節都有據可查。陳督察一邊聽一邊點頭，他走到地磅前，仔細檢查了質檢標籤和鉛封。地磅是上個月校準的，沒問題。他轉頭問周強：“你說地磅不準有證據嗎？”周強支支吾吾：“我感覺不準。”感覺？陳督察推了推眼鏡：“我們辦案講證據不講感覺，這字據上寫的清清楚楚，今運運麥子60噸整，
既然是你寫的，那就是你承認拉了60吨。现在地账顯示30噸，你怎麼解釋？周強臉漲得通紅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陳督察轉頭對周強說：“周強，根據字據和地磅記錄，你虛構貨物重量，騙取運費2000元。另外，由於你承認運輸了60噸麥子，而實際只有30噸。”你需要對那缺失的30噸做出合理解釋。周強腿一軟，直直地跪在了地上。我就是想多賺點錢，我一時糊塗，我鬼迷心竅啊！說着，他開始扇自己耳光，啪啪啪，聲音在倉庫裡回盪。王老板，我錯了，我真的錯了。那2000塊錢我退給你還不行嗎？求您原谅我吧。他哭得鼻涕眼淚一把，狼狽至極。我看着心裡舒服了許多，堵在心裡的那口氣終於呼了出去。最後，周強當众退還了我2000元運費，並且賠償我人工耽誤費5000元。到賬提示音響起的那一刻，周強的臉像死灰一樣。隨後，督察們帶着周強走了，雨也停了，天邊露出一絲微弱的亮光，像一把利劍劈開了烏雲。周強耷拉着腦袋走出倉庫，他的背影在積水裡拖得很長，像一條被打斷了脊梁的狗。我站在倉庫門口，深深吸了一口雨後清新的空氣，麥香混着泥土的氣息沁人心脾。小李走過來，遞給我一杯熱水。老板，您今天真是太厲害了，要是換了我，早就跟他干起来了。我接过水杯，喝了一口。跟这种人动手是最下策，要用腦子。他貪婪就讓他貪婪到底，他囂張就讓他囂張到寫下證據，這叫請君入甕。小李似懂非懂的點點頭。我望着遠方，那片麥田在雨後泛着金色的光澤，像一片金色的海洋。麥子還沒收完，我的生意還要繼續。3天後，我再次開車去了臨縣。李大爺在地頭見到我，像見到親人一樣迎上來。王老板，您可來了。上次那事兒真是對不住，我也是實在懼怕周強找事情。我擺擺手，大爺，不關您的事兒。您家剩下的麥子都割好了嗎？李大爺點點頭，指着身後一大片麥垛。都好了，就等您來收呢。我開始幹活，陽光很烈，照在麥穗上，金燦燦的。幾個附近的農戶也圍了過來。王老板，您還收麥子不？收啊，只要質量好，有多少收多少。那您看看我家的，顆粒飽滿，水分也達標。我一家一家地看，一家一家地收。到了中午，已經收了20多噸。我請農戶們喝水遞煙，大家坐在地頭的大樹下，聊着今年的收成，氣氛很好。突然，遠處傳來一陣發動機的轟鳴聲，幾輛摩托車和一輛麵包車疾馳而來，揚起漫天塵土。車上跳下7、8個人，為首的是周強的小弟袁陽。周強被繩之以法後，袁陽就接手了拉麥子的工作。此時，他手裡拎着一根棍子，身後的幾個混混模樣的人也都拿着家伙。王磊，你還敢來？我大哥可被你害慘了！袁陽一聲怒吼，打破了地頭的寧靜。農戶們嚇得紛紛站起來往後退。李大爺的臉色瞬間白了。王老板，這可怎麼辦？我站起。想想，他連我大哥都敢坑，何況是你們這些老實巴交的農民。此時，不光袁陽在這顛倒黑白，信口雌黃，幾個混混也跟着起哄。對，黑心老闆滾出去，我們不賣給你。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，李大爺急得直搓手。王老闆，這生意沒法做了呀。我看着他笑了笑。大爺別急，清者自清，濁者自濁。我轉過身，面對着圍觀的農戶們。各位鄉親，我王磊在這行幹兒幹了13年，靠的是信譽2個字。周強的事兒，誰是誰非，督察大隊有記錄，誰不信可以去查。袁陽說我訛周強7000塊，
他怎么不说说周强虚報60噸麥子，想訛我雙倍運費的事兒？地磅是有認證的，簽封完好。我若真是黑心老闆，今天怎麼還敢來？農戶們聽了，紛紛點頭。是啊，王老闆上次收我的麥子，價格公道，稱也準。袁陽這人一直跟着周強，向來霸道，他的話不能全信。輿論開始反轉，袁陽急了。你們這些老糊塗，被人賣了還幫人數錢，今天誰敢賣給他麥子，就是跟我袁陽過不去。以後你們家的麥子別想運出這個村兒。袁陽赤裸裸的威脅，農戶們又猶豫了。畢竟周強一進去，袁陽就接手了周強的拉麥子工作，得罪了袁陽，以後的麥子確實不好運出去。一時間沒人敢說話，空氣像凝固了一樣，蟬鳴聲聒噪的讓人心煩。我看了看袁陽，又看了看那些面露難色的農戶，心裡突然有了一個主意。各位鄉親，周強說以後不運你們的麥子嗎？你們信嗎？我告訴你們，我不信，因為從今天起，我王磊在這裡建一個收購點，我不光收麥子，還收玉米、大豆、高粱，而且我用自己的車運，不用他周強一根車毛。農戶們眼睛一亮，王老闆，您說的是真的？那感騰好啊，我們早就收購周強的氣了。他運費比別地方貴1倍，還動不動就撂銷子。要是您有自己的車，我們當然賣給您。此時的袁陽臉色瞬間鐵青。王磊，你少在這裡吹牛，你有幾輛車你能運得完？我伸出3根手指，3輛新的，我昨天剛買的。除此之外，我還打算再進5輛。這個收購點，我下個月就動工。鄉親們，只要把糧食賣給我，我保證當天結款，絕不拖欠。運費比袁陽便宜30%，而且誰要是願意跟我長期合作，我年底還有分紅。這番話像一顆炸彈在人群中炸開了，農戶們沸騰了。李老爺第一個站出來，緊緊握住我的手。王老闆，我信你，上次那30噸麥子你1分沒少給。這年頭像你這麼實在的老闆不多了。隨後，越來越多的農戶圍上來，他們把我圍在中間，像眾星捧月。袁陽被擠到了外圍，他和他那幾個混混像幾座孤島，被憤怒的汪洋大海包圍。袁陽，你平時和周強欺負我們就算了，還想壞我們財路？就是，滾出去，別在這裡礙眼。一個年輕氣盛的農戶撿起一塊土可拉，朝袁陽扔過去，土石頭砸在袁陽的肩膀上，濺起一片塵土。袁陽剛想發作，但看着周圍幾十雙憤怒的眼睛，他慫了。他帶來的那幾個混混早就悄悄把棍子藏到了身後，在大家的面前，幾根棍子算得了什麼？袁陽咬着牙指着我：王磊，你等着！這事兒沒完！他轉身想溜，我朝他喊了聲：站住！袁陽僵住了，我看着他，開口道：袁陽，你剛才污衊我是黑心老闆，損害了我的名譽，現在你必須當着大家的面給我道歉。袁陽的臉一陣紅一陣白，他看看我，又看看周圍怒目而視的農戶們，他知道今天這關他過不去。對不起，王老闆。我不該污衊你，不該帶人來鬧事，我錯了。袁陽的聲音裡帶着屈辱和不甘，隨後他彎下腰鞠了一躬，那腰彎得很低，像一張被拉滿的弓。農戶們發出一陣噓聲。此時袁陽再也待不下去了，他帶着那幾個混混灰溜溜地爬上摩托車和面包車，引擎聲再次響起，這一次像喪家之犬的哀鳴。他們揚塵而去，留下一地狼藉。我望着他們遠去的方向，心裡並沒有勝利的喜悅，只有深深的疲憊和一種沉甸甸的責任。老李拍拍我的肩膀：王老闆，別跟這種人生氣。今天大夥都看清了他的真面目，以後啊，這方圓百里的麥子都歸你收了。我轉過身，看着這些樸實的面孔，他們皮膚黝黑，手掌粗糙，眼神卻清澈見底。大爺，各位鄉親，我王磊今天把話撂這兒，只要你們信得過我，我絕不讓你們吃虧。只要你們信得過我，我絕不讓你們吃虧。這個收購點，我回去就張羅，到時候咱們一起發財。人群中爆發出熱烈的掌聲，那掌聲在田野上回盪，驚起一群麻雀。
它们扑棱着翅膀飛向湛藍的天空。接下來的1個月，我忙得腳不沾地，租下了村口廢棄的糧站，簽了10年合同，買了5輛新貨車，招聘了本地司機。那些司機都是村裡知根知底的年輕人，踏實肯幹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們早就看不慣周強和袁陽的做派。收購點的裝修很簡單，地面鋪上水泥，防止反潮；屋頂換了新的彩鋼瓦，不漏雨。院子裡架設了一台新的電子地磅，比倉庫那台還先進。開業那天，鞭炮噼里啪啦的響，紅色的紙屑鋪了一地，像鋪了一層紅毯。第一車麥子過磅的時候，我特意讓農戶們圍觀。隨後我打印出小票，重量、日期、時間清清楚楚。農戶們嘖嘖稱讚：這玩意兒先進，想作弊都難。王老板做事兒就是讓人放心，以後我家的糧只賣給他。就這樣，我的生意一天天紅火起來。每天天不亮，院子裡就排滿了賣糧的拖拉機和小貨車。我的員工們有條不紊地過磅、質檢、入庫、結算。農戶們拿到現錢，臉上的笑容像秋天的向日葵。而我也開始謀劃更大的藍圖。這天晚上，我請了幾位村裡的老人和年輕人，在收購點的小辦公室裡喝茶。煙霧繚繞中，大家暢所欲言。王老板，現在收麥子的多了，但存儲是個大問題。是啊，新麥水分高，要是沒有烘乾設備，容易發霉。還有，咱們這兒的麥子品質好，要是能直接對接麵粉廠，價格還能再往上提一提。我聽着頻頻點頭。各位說的對，所以我打算把旁邊的空地也租進來，建一個現代化的糧食加工廠，不上麵粉生水線，先上風乾和出篩設備，這樣農戶們的糧食收上來，直接風乾入庫，不怕陰雨天，而且加工後的淨糧賣給大糧商和麵粉廠，價格更高。到時候利潤咱們按比例分成，農戶、收購點、加工廠3方共贏。老人們眼睛亮了。王老板，你這想法好啊！要是真建成了，咱們村可就成糧食集散地了。到時候別說1個車壩，就是再來10個車壩，也壟斷不了咱們的生意。一個年輕人興奮地說：王老板，我學過機械維修，到時候我去廠裡上班，行不？我笑着回答道：行，優先錄用本地鄉親。不過這事兒得大家齊心協力，地我可以租，設備我可以買，但人力和技術還得靠大家。眾人紛紛叫好。那一夜，我們聊到很晚。窗外的星星很亮，像無數雙期待的眼睛。3個月後，擴建工程動工了，挖掘機轟鳴，推土機穿梭，工地上熱火朝天。農戶們自發地來幫忙，有的送水，有的送飯，有的幫忙平整土地。至於那袁陽，我還是報了督察。他接受教育了幾個月後，解散了小團體，去縣城裡給人看了廠子。偶爾也會有他的消息傳來，說是在廠子裡跟人打架，斷了一條腿。聽到這些，我只是搖搖頭。惡人自有惡人磨，不是不報，時候未到。而我早已不把這種人放在心上，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廠房擴建得很順利，2層樓的辦公樓，5000平米的加工車間，能存1萬噸糧食的現代化立桶倉。設備安裝調試那天，我請來了省裡的專家，專家看着嶄新的生產線，讚不絕口。王老板，你跟農戶合作的這種模式值得推廣。專家過獎了，我就是個莊稼人出身，知道種地不易。我想做的就是讓農戶們賣糧賣得舒心，讓好糧食賣出好價錢。隨後，我按下啟動按鈕，機器轟鳴，金色的麥粒像瀑布一樣在傳送帶上流淌，那場面壯觀極了。陽光從高高的窗戶射進來，照在麥粒上，每一顆都閃着金子般的光芒。我站在人群前面，眼眶有些濕潤。從一個被車壩訛詐的小收購商，到今天帶領鄉親們共同致富的帶頭人，這條路我走了13年。不，從那個暴雨將至的午後算起，我只走了短短幾個月。但這幾個月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：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，但當你真心實意為老百姓辦事的時候，老百姓就會把你托起來，讓你站得更高，看得更遠。此時，李大爺端着酒杯，顫巍巍地走到我面前。王老板，不，現在該叫王總了。我老頭子活了60多歲，沒見過你這樣的商人。這杯酒，我敬你。說完，他仰起頭一飲而盡，我也乾了杯中酒，辛辣的液體劃過喉嚨，像一團火，燒得心裡暖洋洋的。大爺，別叫我王總，我還是那個王磊。以後啊，
咱们一起把这事兒做大做强。李大爷笑了，露出缺了门牙的牙床，周圍響起一片附和聲，那聲音洪亮而整齊，像一陣春風吹過這片豐收的麥田，也吹進了每個人的心裡。夜深了，酒宴散去，我獨自站在新廠房的頂樓，眺望着這片熟悉的土地。遠處的麥田在月光下泛着銀波，像一片靜謐的海。近處的村莊燈火點點，像散落在黑色絲絨上的珍珠。我知道，屬於這片土地的故事還遠未結束。轉眼間，夏收的季節再次到來。可今年的老天爺像是跟誰賭氣似的，連下了7天雨，雨不大，卻綿長的像扯不斷的絲線，把整個世界都纏進了一片濕漉漉的灰霧裡。廠房外的水泥地上積着一層薄薄的水光，映着陰沉沉的天，空氣裡彌漫着一股麥子發酵的微酸味，那是堆在農戶家裡來不及烘乾的濕麥散發出來的氣息。我站在辦公室窗前，眉頭鎖成了一個疙瘩。王總，烘乾設備已經滿負荷轉了3天3夜了，可送進來的濕麥還是越來越多，再這麼下去，機器要扛不住了。車間主任老趙推門進來，安全帽上還掛着水珠，他臉上掛着2個濃重的黑眼圈，像被人打了2拳。我轉過身看着牆上的電子屏，那上面顯示着廠裡的實時數據，紅色數字一跳一跳，像一顆顆懸着的心。讓維修班盯緊點，機器不能停，1分鐘就可能爛掉1噸麥。我沉聲說道。老趙點點頭，轉身又衝進了雨幕裡。雨幕中，廠門口排起了長長的車隊，拖拉機、3輪車、小貨車，像一條僵握的尼龍。農戶們披着塑料布蹲在駕駛室裡，眼神焦灼地望着廠房的煙囪。那煙囪裡冒出的白煙是他們唯一的希望，可希望似乎越來越渺茫。下午3點，一輛黑色的奧迪 A6 緩緩駛進了廠區。車輪碾過水洼，濺起2片污濁的浪花。車門打開，下來一個50多歲的男人，西裝革履，皮鞋锃亮，撐着一把黑傘，與周圍灰頭土臉的農戶格格不入。這人叫劉金山，是西北裡最大的私營糧商，手下有3個大倉庫，2條烘乾線，常年做南北倒騰的生意，圈子裡都叫他劉半北，意思是這西北一半的糧食買賣都得經他的手。喲，王總，生意興隆啊！劉金山笑眯眯地走過來，伸出一隻肥厚的手，那手上戴着一枚碩大的金戒指，晃得人眼暈。我跟他握了握手，掌心傳來一陣濕冷的滑膩。劉總，什麼風把您吹到我這小廟來了？我淡淡地問。劉金山收起傘，抖了抖水珠。聽說你這烘乾線連軸轉，快冒煙了，我過來看看有沒有能幫上忙的地方。他話裡帶着笑，眼神卻像毒蛇吐信。我把他讓進辦公室，泡了杯茶，茶葉在玻璃杯裡沉沉浮浮，像此刻捉摸不定的人心。王總，咱們明人不說暗話。劉金山抿了一口茶，咂咂嘴。你這廠搞得不錯，農戶們都信你。可這天災不由人，你的設備就那麼多，濕麥卻像潮水一樣湧來，你能救多少？30%還是40%？剩下的那些麥子可就全爛在農戶手裡了。他放下茶杯，瓷杯底與玻璃茶几碰撞，發出清脆的響聲。我問他，所以呢？所以我想幫你。劉金山往前傾了傾身子，我以每斤比市價低5毛的價格收你廠裡排不上隊的濕麥，現金結算，當場過磅，這樣農戶們不至於血本無歸，你也不用擔那麼大的壓力，雙贏，對不對？他笑得滿臉褶子，像一朵盛開的菊花，可那花香裡藏着砒霜。我心裡冷笑，比市價低5毛，看似是救急，實則是趁火打劫。農戶們辛辛苦苦種了1年，本來就利潤微薄，再被他剝一層皮，等於白幹。而且一旦這次開了口子，以後他劉金山就能名正言順的壓價。我的信譽，農戶們的信任，全得崩塌。劉總的好意，我心領了，但廠裡的麥子一粒也不會低價外流。我語氣平靜，卻斬釘截鐵。劉金山臉上的笑容僵了僵。王總，年輕人有衝勁是好事，可別意氣用事。這雨再下3天，你那點烘乾能力遲早要崩盤。說完，他站起身，整了整西裝領子。我給你1晚上考慮，明天早上我派車來。過了這個村兒，可就沒這個店了。說完，他撐起黑傘，大步流星地走了。奧迪車揚長而去，泥水潑濺在廠門口的招牌上。我站在門口，任由細雨打濕肩膀，心裡像壓了一塊石頭。劉金山說的沒錯，以廠裡的烘乾能力，確實撐不了多久。可讓我把農戶的麥子低價推給這個吸血鬼，我做不到。我召集了廠裡骨幹人員開會，小辦公室裡煙霧繚繞，氣氛凝重。王總，劉金山那老狐狸，我早有耳聞。前年他收玉米，趁人急用錢的檔口壓了3毛價，
害得老李家孩子学費都交不上。可此時，一個老人憤憤地說：“可現在關鍵是，咱們確實烘不過來啊！我家院子裡還堆着8噸濕麥，眼看着就要發熱了。”另一個年輕社員急得直搓手。設備這邊我已經聯繫了廠家，再調2台移動式黑乾機過來，最快後天到。我說道。可後天，麥子等不了後天。房間裡瞬間陷入了沉默，只有窗外的雨聲淅淅瀝瀝，像無數人在低聲哭泣。就在這時，門被人輕輕推開了，一個佝僂的身影站在門口，渾身濕透，頭髮貼在頭皮上，手裡拄着一根歪歪扭扭的枣木拐杖，是袁陽。他那條瘸腿在褲管下空蕩蕩地晃着，臉上少了往日的囂張，多了一種說不出的頹敗。袁陽，我站起身，有些意外。你來幹什麼？幾個年輕的廠員警惕地站了起来。袁陽咽了口唾沫，喉結上下滾動。王總，我来報個信儿。他的聲音沙啞，像砂紙磨過木頭。刘金山今天去找你了，对吧？他不止找了你，他還雇了幾個人，打算半夜偷偷把你廠裡的变压器搞壞，讓你的烘乾線徹底癱瘓。這樣，農戶們只能把麥子賣給他。袁陽一口氣說完，像是用盡了全身的力氣。辦公室裡一片嘩然。我盯着袁陽，想從他眼裡看出謊言的痕跡，可我只看到了恐懼和一種近乎卑微的誠懇。你為什麼告訴我這些？你不是恨我嗎？袁陽低下頭，看着自己的腳尖。我是恨你，可我更恨劉青山。我在他手底下看場子，結果腿被人打斷了。他說給我治，結果把我當條狗使喚。這個月我連醫藥費都沒拿到。我袁陽是壞，可我不傻。劉金山要是得勢，這地方的老百姓永無寧日。袁陽說完，抬起頭，眼裡竟有淚光，那淚光混着雨水從臉頰滑落。我沉默了幾秒。謝謝你報信，但裝壓器的事空口無憑，調查的人來了也不好辦。袁陽急忙從懷裡掏出一樣東西，那是一個舊手機。這裡面有錄音，劉金山跟那幾個人在飯店裡商量的時候，我錄下來了，你聽一下就知道了。他們要對糧食倉庫下手。我接過手機，按下播放鍵，劉金山那陰恻恻的聲音立刻充滿了整個房間。半夜動手把變壓器燒了，做得像意外。王磊那小子不是硬嗎？我看他沒了電還怎麼硬？到時候農戶們哭着喊着求我收麥子，價格我說多少就是多少。錄音結束，辦公室裡死一般的寂靜，然後爆發出一陣陣憤怒的罵聲。我看向窗外漆黑的夜空，雨絲在燈光下像銀針一樣斜斜地刺下來。袁陽，你以前跟着周強在這一片跑運輸，認識的人多。我問你，這10里8鄉，除了我這廠裡的烘乾機，還有誰家有大型的烘乾設備？袁陽愣了一下，隨即眼珠一轉，有，東溝村的磚廠以前燒磚的窯現在停了，可那窑洞又大又乾。還有河灣村的養殖場，他們有個饲料烘乾房，能烘幾十噸。另外，前村老張家以前做木材生意的，有個大烘房，現在閒着。我眼睛一亮，這些地方的聯繫方式你能弄到嗎？袁陽點點頭，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你去聯繫，租金我出，按市場價給。讓他們明天一早把窑洞、烘房全部騰空，準備接麥。袁陽拄着拐杖轉身要走，等等。我叫住他，你腿不方便，我派個車送你。另外這事辦成了，廠裡缺個運輸調度，你來幹。袁陽猛地回頭，眼裡滿是難以置信。王總，你不怕我使壞？我笑了笑，怕，可我更怕這世上少了一個願意改邪歸正的人。去吧。袁陽站在原地，嘴唇哆嗦了幾下，最後他深深鞠了一躬，那腰彎得很低，拐杖撐在地上，發出輕微的顫抖。王總，我袁陽這輩子能遇見你真的很幸運，感謝您及時把我拉回正道。說完，他轉身消失在雨夜裡，那背影一瘸一拐，卻透着一股從未有過的挺直。第二天凌晨4點，天還沒亮，雨勢卻小了一些。村裡的大喇叭突然響了，那是村裡緊急召集的訊號。各位鄉親請注意，我是王磊。今日起，我廠實行分散搶烘方案，除國廠烘乾線外，東溝村磚窯、河灣村養殖場、前村張家烘房全部開放收濕麥。所有濕麥由我廠統一調度、統一烘乾、統一結算。請手中有濕麥的鄉親立刻到村口集合，有專人引導分流。廣播聲在雨幕中傳得很遠，像一把利劍劈開了籠罩在村莊上空的陰霾。很快，村裡的路燈亮了，家家戶戶的燈也亮了。拖拉機發動的聲音此起彼伏，農戶們披着雨衣，趕着車，拉着濕麥從四面八方湧來。廠門口，我親自坐鎮調度。袁陽坐在一輛3輪車的副駕駛上，拄着拐杖，扯着嗓子給司機指路。他那破鑼般的嗓子，此刻喊得比誰都響亮。往左，往左，前面那棵大槐樹拐進去就是磚廠。
老張把窑洞裡的雜物清乾淨，王總按天給你算錢。大家加把勁兒，麥子不等人。太陽升起來的時候，奇蹟發生了。東溝村的舊磚窑裡，臨時搭起的木架上鋪滿了濕麥，幾台大功率的工業風扇呼呼地吹，磚窑的餘熱被利用起來，窑洞裡暖烘烘的。河灣村的饲料烘乾房裡，傳送帶吱嘎作響，雖然速度慢，但一刻不停。前村張家的大烘房裡，社員們用竹匾攤開麥子，底下燒着無煙煤，土法上馬卻實用有效。而我廠裡的5條烘乾線依舊在全速運轉，煙囪冒出的白煙與村莊裡各處升起的淡淡水汽交融在一起，像一幅奇異的田園畫卷。上午10點，劉金山的車隊果然來了，3輛大貨車，8輛面包車，浩浩蕩蕩。他志得意滿地走下車，準備接收那些走投無路的農戶。可當他看到眼前的景象時，整個人都傻了。厂門口沒有排隊等死的農戶，只有幾個廠裡的會計在有條不紊地登記賬目。遠處拖拉機穿梭在各個村莊之間，熱鬧得像趕集。這是怎麼回事？劉金山抓住一個路過的農戶，你們怎麼不把麥子賣給我？那農戶甩開劉金山的手，像甩開一隻蒼蠅。賣給你，你做夢吧！王總說了，分散搶紅，價格照舊，我們有救了，憑什麼讓你吸血？劉金山臉色鐵青，他哪來那麼多烘乾設備？農戶冷笑一聲，這你就別管了，反正這地方的人信王總，不信你那些黑心錢留着給自己買棺材吧。農戶趕着車走了，留下劉金山站在泥水裡，他的皮鞋陷進了泥裡，拔出来的時候帶出一团污濁，像他人心的顏色。下午，電力公司的人到了廠裡，他們帶來了檢查結果。昨夜有人試圖破壞變壓器，但被人及時發現制止。現場留下了作案工具和劉金山手下人的指紋，加上袁洋提供的錄音證據。劉金山百口莫辯，最後被扭送到了督察那裡。繩之以法的雨終於停了，一縷陽光從雲層縫隙中透出來，把整片麥田染成了金紅色。麥浪翻滾，像一片燃燒的海，那是豐收的顏色，也是人心的顏色。在這片土地上，每一粒麥子都記得陽光的溫暖，每一顆人心也都記得善意的重量。而我，王磊，不過是這廣袤麥田裡的一株麥穗，隨風搖曳，卻扎根泥土，與千千萬萬的農人一起，在四季輪迴中書寫着屬於大地的傳奇。